作品。对，我们再画个新的作品。先把毛笔涮干净以后，调墨。我们如果以树为主的小品的话，我们先要安排树的位置。我们画一些比较稍微挺拔一点的树啊，大家看一下，稍微挺拔一点的。用笔啊，一定要画树干的时候，用笔稍微干一点，不要太湿。我们画树的时候，这几个树看的修长，怎么样去画？我们处理树干的时候，要把树干处理的细一点，苗条一点啊，苗条一点。画完树干，先出小的树枝的部分。画小枝的时候啊，用笔要灵动一点，轻松一点，要放开，要放开，不要拘谨啊。我们画树枝的时候啊，不要拘谨，要把小枝展开它，这样看着枝出来的舒服，小枝画出来舒服。然后再皴。我们先画前面的这一棵树，先要完成。我们点叶的时候啊，用笔一定要摁下去，要摁下去。注意我们在树尖的部分，树尖的部分，它几个点儿，它墨色比较重，也是比较集中。往下面画的时候，我们让它点稍微的变得稀疏一点，不要那么密。你点烟的时候，笔一定要按下去。按下去，墨呢也要淡一点。等它下面的靠近下面的部分，树下边要淡。是前面的树，大家看啊，画的时候我们这个树杈的部分都留的透的气孔，我们不要整个把叶子点严，要留透气的部分啊。我们画第二棵树的时候，把墨重新调一下，也是在笔尖的部分蘸淡墨，蘸点墨调一下。要和这棵树啊有个区分，这个树有点弯动的话，我们后面的树让它挺拔一点。用笔的时候一定要放松，不要紧啊，用笔不要太紧，我们可以随意一点，画树枝的时候可以随意一点。
我们画树枝的时候，一定这个用笔要稳，每一笔我们要把它送到位置，送到我们树枝的末端，不要飘，记得用笔不要飘。树干的部分加染一下淡的墨，这是一种。这是我们前面近的部分的两棵树。我们先把树安排好，近景的、中景的。我们近景的用的双钩的话啊，我们中景要用单钩的，就不用双钩，因为是中景，不用交代的那么详细。远树无村都是可以用单钩。小枝出一点小的枝，也不用太多。我们点叶，点叶的时候一定要摁到能弹起来。下面小的灌木，看我们要处理的时候，要看这个墨的变化。我们树是这个小的灌木是在这个树的后面，这毛笔中的墨也是变淡了，我们就画后边的小的树丛。这样它自然的就位置前后的位置，前后的关系，我们就交代的清楚。我们要把这个前面的一棵树，这是中景的，我们每画一棵树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这个毛笔是干净的。我们主要讲的，现在这个每节课讲的技法比较多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的，就是说看那个老师怎么调墨，怎么用笔，我们每次都讲的比较详细。这些就是中景的，我们用单钩的。看用笔的时候一定要轻松，不要把笔攥的特别紧啊。看点叶的时候，看把这个笔摁下去，摁下去，它自然的，它这个叶子就有个变化。画完一棵树，我们再重新调墨。大家画树的时候一注意啊，这个树尖的部分不要就是说两棵树尖啊都是一样平的，要有高有低，错落有致。
看我们这几棵树，它都有一个变化，高的、稍微瘦一点的、稍微矮一点的、胖一点的，它都有一个树的变化。我们画的时候，看我们这一部分都有留的透气的地方。我们画后面的树的时候，就能看到，透过前面的树，能看到后面的树，这种树的这种纵深感，这画看着才有意趣。对，它能透过来，就从这个树杈的部分能透过后面的树。我们点后面的树不能和前面点一样，要有个变化。虽然是点叶，但是叶子也是不同。我们前面的要是横点的话，我们后面可以用竖点。这是前景的树，中景的，后边的，我们要交代。可以在树干的部分加一些小的树枝，小的碎树枝，可以看树的末的变化，重的、淡的，还有稍微干一点的，还有湿一点的，它有一个墨色的变化。山石的部分也是从前面给前面我们最前面的部分，这是近景的部分，我们一层一层的往后边去推。也是调好墨以后，把多余的水分，我们用这个试壁纸啊，我们把多余的水分吸出去。画石头的时候啊，也是中锋用笔，让它有个起伏转折的变化。先勾结构，我们再勾里面的村。我们勾里面的村。画的时候，我们要勾村擦，可以同时进行。前面的山石，近景的山石，墨色可以重，但是往后面画的时候，一定要让它淡下去。山石，这后边的，一定要有这个线条，一定要有个起伏转折的变化。我们讲究用笔是一波三折，波的意思就是它这个起伏的变化、形态的变化，折呢就是我们笔锋的方向的改变。
看我们这个线条，它不是说整个一个线条下来了，它有起伏、转折、细的、粗的部分，它都有个变化。我们这是膳食按的部分，可以墨，可以多一点，可以重一点。我们推山石的时候，就是往后面画山石的时候，一定要结构上它有个层次的过渡。可以，这是前面的一组，看这个笔线条，这山石画山石的时候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线条的变化。山石的变化，一直这个毛笔提摁转折，一直在用笔的同时，它线条跟着你的用笔的这种起伏转折，它线条也随着变化。就是这种尖毫的，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这种尖毫的，这个大白云、中白云都可以。我用的这种尖毫的。我们画这个现代画的时候啊，着笔的时候啊，可以把我们毛笔捉的稍微靠上面一点，不要太靠下。这样我们用笔的时候啊，用的时候它比较灵活。一层层的，我们结构交代清楚。我们画的时候一定要一层一层的把山石的结构，前面的、后面的、左面的、右面，它这个山石的结构一定要弄清楚、交代清楚。随着我们毛笔中墨色的变化，就从前面的近景到中景，在墨色上它自然的有个浓淡变化。我们每次蘸墨的时候啊，不要太多，看就在北尖的部分调这么一点，我们就可以画很大的一片山石。这可以后面再处理一个小的。我们前面线条多，我们后边可以用一点墨的块面就是说破一下。就前面线条多，我们可以用这种
墨块去穿插一下。这就是说，我们画山石的也有一种节奏感，就是线条，就是好像轻音乐，猛然加上墨的时候，就好像有个重音。然后在重音的后边，我们可以再有一些线条，前面有墨，我们后边还有线条，这样去穿插，对吧？看前面有线条，一层的一组一组的线条，然后中间有个泼墨的部分，然后后边再有线条，清水，笔尖的部分调一点墨，我们这一组前面的是一组山石，我们可以画成这样，然后这是一个小溪流，小溪流我们也是两边的山石，把这个小溪流留白，能看到吧？对，要留白，就是我们山石留白的部分，这就是小溪的水流的位置。画的时候，我们小溪的时候也要画两边的山石，不要说整个是齐的，有就是说错落，有个错落的变化。要透过树后边透过的山石，这是我们山石的一个横切面，这是水流的位置。这是前景的前景那个山石，中景的有山有树，我们还要就是说这么好的地方还要有人居住，我们可以画一个平台去平台。画的时候要看前面的关系啊，和树的关系。树的关系，一定要让山石，山石从树的这个空隙能看到后面的山石，这样出了一个平台。后边的一定要比前面的要淡，
这是后面的山石从树的后边，这个结构是这样过来的。这样过来的，交代一下水是从什么地方流过来。我们不要说这个水就是突然间就有一股水流出来，它是不对的，一定要有源头。是怎样画这个平台？怎样做？那就画一个平台，先画我们平台的这个横切面，这个结构，我们先画出来，画下面的结构，这种横切面的结构。这平台不要先勾，先把这个平台面先要留出来。我们用勾线的这种小楷的，看这种勾线的小楷的，我们画一些建筑、淡墨，也是用淡墨、干笔，不要太湿。我们先画上面的房子的上面的一个结构线，先定它这个房子的方向。定房子的方向，就用上面的这条线，然后就房脊的部分，山墙、门，这样就可以。再画一个侧方向的，这个房子不能画的一样，方向就是都有个变化。这样我们再勾这个平台，再勾平台的后面的结构线，这样房子我们就是建到了平台上面。稍微可以加一下这个结构。我们房子后面这个部位，这是溪流。我们溪流从哪来？后边肯定是有远山的，水是从高处流下来，要交代一下后边的山。因为这个远山是画的远山，这是远景的部分，结构啊要画的简单点，不要画的太复杂。勾两笔，两个结构就可以。
够2笔就行，不用存的太多，因为这是远山，下面要虚下来，下面的线要虚下来。要特别淡的摸，不要勾的太多，尤其画远山的时候，我们要勾的结构少一点。几笔就可以，交代一下就可以。这个山坡我们要加一下，因为这个树，看一下这个树，它要长在这个山坡上。能看到吧？能看到是吧？再看一下，勾的时候，这个树我们要让它长在山坡的上面。这样这是远山，远山这是峡谷流下来一个小溪流。这线我们要用这线多的话，我们可以用墨画一些远山，去把前面的去衬托出来。就这种淡的墨，就把前面的远山衬托出来就可以。就是山上的一些灌木，这是山的上面的这个要虚的部分，让把山虚下来。这种溪流的这个画法啊，看一下，我们要用墨色，用这种小的碎石块去把这个水流去表现出来，留白的位置就是水流的位置。因为这是落差不是很大，我们画的时候用的小碎石不要太大。有点变化，大的、小的有点变化。到我们远处的可以点一点点，淡的点就代表水中的这种小的碎石。近处的我们可以画的大一点，这就是小溪流。房后可以种2棵小树，先画树干。这个远处的树啊，就是
有个树的，就是大概的形状就可以。先画树干，然后横着用小横点，淡墨小横点就可以了。在水中补一些碎的小石，这边也是比较平的水面，就是说江边呀，或者是沙滩这一类的，我们可以加一点小的石头。能看到小的石头。基本上我们这个墨稿就是皴擦基本上完成。我们可以，可以让淡墨把这个我们溪流的部分稍微用淡墨渲染一下就可以，渲染一下，上一下颜色。我们开始上颜色。这个墨稿干了以后，我们可以上颜色。上颜色的话，这个是以小青绿为主的一个小品。上小青绿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注意，一定要有底色，打一下底色。因为小青绿属于石绿、石青，以石绿、石青为主的。这两种颜色属于冷色调，我们要用暖色调去做底衬。我们可以用暖色调的，这幅呢，我们用藤黄、朱标调一下朱标，藤黄调朱标，调到接近于赭石的颜色啊，接近于赭石的颜色。我们看一下我上什么位置，上了我们山石，就是说山根的部分，就是我们接近水面的这部分，我们要上到这一部分。特别淡的啊颜色，我们不要平涂，一定要这种勾染法。就是说，我们画上颜色的时候，按我们皴擦的部分，就那种感觉去上颜色，不要平涂。我们就是亮的部分要先留出来，先用赭石打底。用特别淡的颜色，看我上的位置啊，都是上在这种靠近就山根的部分，就是山石暗的部分。我们要把亮的部分去上那种比较亮的颜色，比如石绿、石青，要上这种颜色。赭石。上到这个部分，一定要留出白的部分。树干也要用赭石这种调的这种赭石色，但是这不是纯的赭石啊，
刚才讲了，我是用朱标和藤黄调的这种颜色，它是接近于赭石的颜色，我们用这个代替赭石的颜色。这些暗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用赭石渲染一下，轻轻的渲染一下。这一部分呢，剩了的部分我们用花青，看我们要上花，就是说石青的部分，我们要用花青打底，用花青打底，用花青。轻轻的，看颜色啊，很淡，一定不要上的太重。记着上颜色的时候，一定要淡淡的上。就是我们要上实力的部分、石青的部分，底下什么底色都要记住。看特别淡的颜色啊，很淡，很淡的花青色。我们渲染这一部分，我们要上石青的部分，我们要把底色打足。这都是要上石青的部分。9912，你看一下，小店客服给你回复了，你去看小店客服给你回复，这里，这一直在跟你说话，你要看看回复，你看都跟你回复了，看一下这里都跟您回复了，看一下，对，到这儿去，然后把那个你的学浪打开，截一下图，看一下你哪里有问题啊。前面的树的部分也是花青，这个盘子里啊，是我们现成的花青，我就不用再重新再洗颜色了，就是现成的花青，我加一点淡墨，点染前面的这组，点染一下。然后我们点的后面的颜色的时候，一定要有变化，加一点藤黄，就这种颜色，加点藤黄，让它有个变化。这是前面的用花青、淡墨，我们后面呢就用花青调一下藤黄。不要平涂，记着不要平涂，也要复勾，用那个颜色按我们勾的这个结构线，几种小的结构线去复勾。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种感觉，透的感觉，对吧？它能透过看到后边的山石。虽然我们画的这个画啊比较小，但是它的空间关系啊，我们非常丰富。就有我们画的树、山石，它都有透的地方。
它都有个颜色呀、墨呀，它都有个变化。看，稍微的变一下，划清，加一点淡墨。这个颜色不要差的太多，就是说它绿的特别绿，那个蓝的特别蓝，不要差的太多，它都一个统一的，最后都有一个统一的色调，整个画面要有个统一。虽然有区别，一个小的区别变化，但是整体的感觉颜色一定要有个统一。我们后面的树墨比较淡，我们上颜色呢也要随着颜色的变淡，就是随着墨的变化，我们颜色也要变化。前面的墨重一点，我们颜色可以重一点；后面的颜色呢，墨淡了，我们颜色也要淡下来。不要说我们前面的墨挺重，我们一样颜色它淡了呢，后面的墨淡呢，上的颜色特别重，这种给人感觉这画面就是说不是那么就是空间呀，这个处理的不是那么很清晰。我们可以平台，也要露一点赭石。我们水里面的这种山石啊，也是以赭石为主。它这样呢有个对比，就是我们画水面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种讲过这种平水的画法，就是说先打湿，再上这个水面的颜色。它水面颜色都是花青色，以花青为主的调的一种颜色，它会这个赭石呢有个对比。看我们这个山脚的部分，这是溪流，因为这是水流给上面流下来，这个位置呢，我们要把它颜色上的暗下来，让它暗下来，让它暗下来。但是我们竖着这个位置，就是说它光的位置，也要留出来。让大家看一下这光的位置，它也要留出来。这就是云，我们留云的这位置。我们为什么用生宣啊？我们现代画表现这种颜色呀、墨的变化呀、水墨林里的感觉，都是用生宣。现代画生宣用的比较多，它的墨色为了表现这个墨色变化。我们的小溪流也要用花青，特别淡的花青，渲染一下，得把这个水流的位置我们留出来。看我们现在留的这个白的位置，这就是水的位置。下面就是这个水面，
我们用清水，用大一点的这个毛笔，我们用大白云就可以啊，这种大白云就可以把我们要染水的部分，这是水的部分，我们用清水试一下。如果我们要画大的作品的话，可以用我们的那个小喷壶，轻轻的喷一下也可以。我们画小的作品就可以用这种大白云，用清水凿一下，然后多余的水分，我们用这种纸吸一下，把多余的水分浮水吸一下。染水面发青，加点藤黄，加一点藤黄，再加一点，就是说水面让它稍微绿一点，我们可以加一点3绿，一点3绿。加点3绿，不要太多啊，让它这个染水的时候，它泛一种青绿色。我们要染从靠近山的部分、山根的部分，我们去染。我们因为这部分是打了水的啊，我们可以用清水去晕染一下，把这颜色晕开。把这颜色晕开，就是我们靠近那个山石的部分颜色重一点，留白的部分，就是说我们水面的部分颜色淡一点。这是水面，看我们染了赭石的地方，还有染了花青的地方，我们要上这种小青绿的颜色，石青，加一点藤黄，藤黄不要加的太多，调一种这种偏黄一点的绿色。上的什么部位？看我们上的赭石的部分，我们在赭石的部分加这种颜色，但是赭石呢要留出一部分来，不要全涂，要留出一部分来。这是花青，我们要用绿的颜色去做个对比，平台的位置也要用这种离色渲染一下。赭石一定要留一部分啊，不要全部涂掉，不要用这个绿色全部涂掉，一定要留一部分。要留一部分。这一部分呢，我们可以用石青。这是石青。我们用这一个盘子吧，用石青。这个盘子里有石青，我蘸一下，在这调一下。我们上石青石绿的时候，一定要上的薄一点，不要说倒出石青来，我们就
直接蘸那个笔就去往上涂。我们也是要调一下，调的薄一点，颜色薄一点，淡一点。上在我们刚才上花青的部分，上花青的部分，这个部分可以用实力接一下啊，可以接一下。它这个颜色呢，上颜色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颜色的变化，它不是说我就是这一块整个山石都是上成那个石青的颜色，整个山石都是上成石绿颜色，不是那样的啊，它有个颜色的变化。我们可以局部的上点这个石青，然后用这个石绿去接一下，对吧？可以这样，它这个一块的山石上，它都有一个颜色的变化，让它自然的石绿和石青有个就是衔接的部分，衔接的部分。这一部分我们可以加一点颜色，不要说一下加多少，都是特别淡的颜色，一点一点的加上去。一点的颜色加上去，觉得这种石绿啊，它单的石绿比较就是冷的话啊，我们可以加一点藤黄，对吧？调这种暖的绿色。哎，稍微暖一点的绿色。看我们赭石的部分，我们都要留一点，不要全部涂颜。远山花青，用花青调一点这种三绿，我们画一下远山。我加一点花青，加一点这种三绿，我去画这个远山。这花青要画远山呢，在这个小青绿里边，它比较重，让它加一点石绿呢，它的颜色就偏一点绿，后前面的这个山呢，它的颜色不会太生硬，它有一个整体的一个统一的颜色。让上面是颜色重，下面虚下来，让虚下来，它是不是和前面的颜色它是统一的啊？你如果要用花青，你直接涂上去，它的颜色跟前面的它脱节，所以让花青上颜色的时候，花青里边轻轻的加一点三绿，不要加的太多。嗯，哎呀，忘了，这还有一丛小树，房后面的小树，我们因为这是远处的树，我们不要加太多的颜色，
就用花青就可以点一下。这个颜色不要太别的颜色，不要加别的颜色，它因为是远处的这种丛林，可以用花青直接点一下就可以，都可以点染一下。这是山根的部分啊，我们也用花青让它虚下来。虚下来。这云的部分啊，云的部分，我们也用一下湿染云法。它不是刚才我们用那个干笔啊做这个云的这种形态，我们再加深一下。我们看怎么样染这个湿云染法。这个笔还不行，用这个吧。主要是花青，也是用花青。哎，用花青。加什么颜色呢？加一点赭石，加点赭石的颜色。这是赭石，对，地上的有。加点赭石的颜色。这个加墨呢，这个小青绿的颜色啊，如果说加墨的话，它这个花青容易发暗，所以说我们调的颜色呢，要花青就是调的小青绿的时候，染匀的时候，我们调的颜色稍微的淡一点，不要说加墨了，就用花青，加点赭石，然后三绿，就是这个石绿啊。加点石绿，我们这一部分啊，我们刚才用那个清水打湿了，我们染匀，颜色要淡，墨呢用笔的时候要轻要虚，看虚虚的啊，这个毛笔用的时候特别虚，它不是说整个摁下去，它就用这个看我们那个笔尖的部分，轻轻的去渲染。这刚才我们用干笔把这个云的大致的形状我们已经留出来了，下面我们用这种淡的颜色，去渲染一下，让它这个云呢，这个层次啊，它更丰富，这种云气缭绕的感觉更明显。后边都是水汽、雾气这种感觉。啊，我们用的颜色啊很淡，看不到了。好了，看，虽然这幅小品啊虽然小，但是树的部分、山石、小溪流、平水、云都有这个涉及到，然后都讲到了。
这种就是房顶的部分，因为我们是小青绿，要用一种比较亮的颜色去对比，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房顶上成珠标的浅的珠标颜色，浅的珠标的颜色。淡淡的珠标，特别浅，对吧？一看这种颜色，它会我们的小青绿一对比，特别亮，特别明显。就是说，我们画面一个醒目的地方，我们如果这个颜色不够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再加一点。为什么要一直我们讲颜色不要一下上多深？就因为我们后面需要调整。我们画画啊，其实就5个步骤，一个是勾皴，然后呢就是说先勾后皴再混，然后上颜色呢就是醒，就是说我们可以用重的墨呀，不够的地方我给你提一下，最后呢就是补充，这几个步骤。补充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不够的地方，墨不够啊，颜色不够的地方，我们再加。可以看不够的地方，我们觉得颜色不够，我们可以再加一点。你如果是第一遍上颜色上的特别重，我们加也加不上去，这就是说比较失败了，上颜色。其实我们画画啊，其实是一个享受的过程。我们在白的纸上，我们勾皴上颜色，然后呈现出一种自己想要的一种风景，对吧？这种很享受我们画画的时候。看我们不够的地方，稍微的加一点颜色，提一点，都提一下，就是觉得不够的地方啊，我们要够的地方就不要再动了。我们觉得不够，这颜色淡呢，我们稍微可以加一点。树干的部分不明显，我们加一下。轻轻加一下就可以。然后这个树绿色呀，我们不重，就是说不是很明显，和后边我们脱不开。我们可以用颜色，加一下就可以了，让它前后的这种色彩一定要有变化。我们可以用，你看一点的绿色，加点三绿吧。看我们调一点，这是花青、藤黄，加一点三绿，看就这一点。看这是花青、藤黄、三绿，调的颜色偏轻一点，就是花青多一点它偏轻，如果藤黄多一点呢，它就偏一点绿，让它偏轻一点，就是花青多一点，让它偏轻一点。你把这个前面的颜色淡的地方提一点，稍微提一点。
我们上颜色的时候啊，这个水分多一点，它这样上出颜色润。这个地方可以加一点，也是用这个剩下的这点颜色。看，就是我们刚才挑华青剩的颜色，我们可以加到这个我们刚才泼墨的地方，我们加一点重的颜色。这样干了以后啊，它的颜色就会淡一点。现在比较湿，可以加一点。前面啊颜色，后边的颜色我们不要动，我们只提前面的颜色，用3滤，用几个3滤。看我们染什么地方呢？染这个山石，稍微就是山石暗的部分，我们用颜色重一点，加一下，稍微加一下。太小了，有点大了。看，就这种浅的、薄的几个实力颜色，不要全部涂，也是在这个山那个山石的这种暗的一点地方，我们加一点，看特别浅的啊，特别浅的。让它有个就是深的一点的，越来越淡的颜色，它有个颜色的一个过渡。我们可以用清水让它接染一下，这样它这个颜色这是重的，让它有个越来越淡的一个变化。在平台的位置也要在有个颜色的变化，有个过渡的变化，也不是平涂的，也不是颜色用笔一平涂啊，不是那样的。大家看一下，也是，这是颜色重一点，是越来越淡的，它有个变化，有个变化。我们远处这个这种色调啊，就不要动的，因为是比较适合的，它比较适合，就是说不重。用清水，我们把盘子的颜色用完它，把不够的地方我们加一下就可以。轻轻的，看我们上颜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个
不是平涂。大家看一下，每次都是这样勾染，不是大面的去涂。它有亮的部分，有暗的部分，它在颜色上也有个变化。